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天，习近平还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通了电话。习近平说，中心在维护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发展这一重大议题上理念相通、利益相系。中方愿同新方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期生效，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李显龙提到，新方欢迎并支持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这将有利于地区繁荣发展。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周五的这2次通话释放出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信号，对于稳固全球经济具有积极意义。近段时期以来，中欧互动颇为频繁。周三，习近平同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举行视频会晤。上个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共同主持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同月，中国副总理韩正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蒂莫曼斯举行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观察认为，中欧领导人此次通话正值 G20 峰会等一系列重要国际议程即将展开，也适逢欧盟酝酿诸如新安全政策框架等地区重大议程。此外，中美和美欧关系在发生微妙变化，德国领导层变更使欧盟对华态度面临不确定性。此前，中国领导人已同法德等国领导人通话。此时和欧盟领导人沟通是塑造欧洲对华态度、推动中欧关系走出低谷、向前迈步的努力之一。深圳卫视记者还注意到，在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与米歇尔通话的稿件中，就3次提到战略自主。只要欧洲真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所谓的战略自主嘛，跟中国进行交流的话呢，我们相信中欧之间是会达到一个一定的这个交流和妥协的，因为毕竟双方有巨大的共同立场和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的战略自主当前存在多个制约因素。黄静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美国霸权首当其冲，因为在包括安全、经济发展等很多领域，欧洲与美国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立场，甚至是依赖于美国。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下欧洲正面临的能源危机。随着欧洲大陆天然气价格持续攀升，欧洲人正迎来寒冷又昂贵的冬天。而新近建成的俄罗斯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一旦投入运营，将有望缓解欧洲的能源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就表示，俄方已经准备好帮助缓解欧洲能源危机。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散播所谓俄罗斯天然气威胁论，并反对北溪2项目，称其为俄罗斯地缘战略项目。俄罗斯政府指责美方阻挠这一项目，意在挤占俄罗斯能源市场份额，企图向欧洲高价兜售更多美国天然气。Europe is not any longer completely depend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e playing geopolitics to preserve their global leadership role as the only superpower, and they don't care about consumer prices and energy security in Europe. They care on their global power. 黄静认为，欧洲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治和决策碎片化，这需要欧洲自己解决。而在对华问题上，不可否认，中欧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不同，有一些竞争、分歧、差异，并不奇怪，应该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但欧洲的一些强硬派借机捞取政治利益，被傲慢与偏见所蒙蔽，认为中国是可以压得垮的，误认为对中国强硬才符合欧洲利益。不过，从长远来看，欧洲没有理由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对立面。就欧洲是它经济越发达，它对外的依赖性就越强，要斩断这个依赖性是违反欧洲的利益。那么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随着这个世界局势向由一极独霸向多极这个格局的发展呢，欧洲越来越要向着战略自主这方面发展。欧洲战略自主是对自身有好处的，尤其在目前的位置上，有些国家要求欧洲牺牲自己的利益来符合他们的利益，这一点呢是不符合欧洲利益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近期中欧高层互动频繁，中方希望欧方坚持战略自主，但与此同时，欧洲能源供应短缺现象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那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会影响欧洲的战略自主吗？我认为欧洲的这一波能源供应短缺现象主要有3大因素在推动。其次，不光是欧洲的能源价格在飙升，比如天然气价格近年来最高已经升了接近5倍，而且全球的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都出现了暴涨。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疫情期间，欧美国家为了度过眼前的经济与民生危机，加码开通了印钞机，超发了接近天文数字的货币。这些超发货币中的相当一部分不仅流向了大宗商品领域，而且也流向了普通的消费领域。
所以能源价格的飙涨，其实意味着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危机正在到来。其二是在新冠疫情发展逐步进入到后期阶段，由于几个大型的经济体中，被号称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率先通过严厉的措施控制住了疫情，欧美等国家则通过广泛接种疫苗遏制住了疫情，这就使得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得以率先实现了复苏，并导致其能源需求量的激增。再加上全球能源运输供应链尚未完全恢复，这就导致了全球能源供应跟不上能源需求的步伐。这样一种现象也就临时性的加重了这次全球能源供应短缺。第三，这是因为最近几年来，欧洲国家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危机而推出了力图空前的减碳措施，大幅度降低了包括煤炭、石油在内的碳排放量非常高的传统能源的使用量。但是由于减排措施力度较大，石油、煤炭等石化能源被压缩减产，而天然气以及包括风能、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又供应不上，填补不了传统能源退出之后留下的巨大缺口。这种现象也就提醒了各大经济体，能源结构转型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假如这三大问题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现象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那眼下的能源供应短缺现象就极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风暴，导致一场不亚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全球能源危机，并进而冲击到新冠疫情影响下大病尚未痊愈的全球经济。我们看到呢，在供应短缺导致欧洲能源价格飙升之后，俄罗斯与欧盟之间也爆发了新一轮的口水战。一些欧盟国家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趁火打劫，对欧洲大打能源牌。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我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否定了这样一种说法，表示俄罗斯自始至终都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定期定量向欧洲提供天然气的。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证实。他说，俄罗斯正在履行输气合同，并未发出减少供气的指令。而在我看来，普京与默克尔说的都是实话。俄罗斯在这段时间的确是没有减少对欧洲天然气的供应，但是当前欧盟面临的天然气供应严重短缺现象，并不是俄罗斯依照合约定期定量供应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俄罗斯超出合约规定，大幅度超额向欧盟输出天然气，而这个就为俄罗斯向欧盟叫价提供了机会。所以我们看到，普京一方面表示，俄罗斯不仅不会利用天然气作为武器来要挟欧盟，反而准备好要帮助缓解欧盟的能源危机。另外一方面又说，假如德国尽快批准俄德之间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欧盟天然气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在这场博弈当中，俄罗斯总统的真正目的不仅仅是要让德国尽快批准北溪2号项目，而且要让欧盟解除早前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甚至是让欧盟在俄美欧三角关系当中，由原来的导向美国转变为逐渐导向俄罗斯。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